马斯克从小生活在南非，经历了残酷的童年。他不仅遭遇过校园霸凌，还因父亲的伤害而留下了伴随终生的情感创伤。然而他逆流而上，经过几番起起落落，逐渐打拼出了宏大的事业版图。在许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沿领域，比如电动车、可再生能源、私人太空探索和人工智能等，他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。如今他同时经营着多家声名显赫的公司，成为全球第一个身价突破3000亿美元的人。对于马斯克，人们或是感叹他励志的经历，或是关注他颇具戏剧性的情感生活，或是争论他那些出格行为的是非对错。而我认为，作为普通人，这本书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马斯克的故事中所体现出的思维模型。学习成功人士的思维模型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，提高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意林读书，每天一本好书，带你踏上思维与财富的双重升级之旅。通过阅读《硅谷钢铁侠》，我从他的行为决策中总结了3个思维模型：能力圈思维、第一性原理、逆向思维。若能理解并践行，必将受益终身。第一，能力圈思维。如果你不确定方向，就找找自己的边界。马斯克读书期间，曾经在加拿大枫叶银行实习。当时他对拉丁美洲债务问题做了研究，认为银行有机会通过投资重组债券赚取巨额收益。然而，银行高层却出于资产平衡的考虑，拒绝了他的提议，这让他倍感失望，意识到传统银行业的理念和风格并不适合自己。因此，尽管他得到了银行高管的赏识，却还是拒绝了这个高薪的工作机会，转而投身于更能发挥自己潜能的方向，运用工程师头脑，打磨产品，追求突破。清楚自己擅长和熟悉的领域，了解自己的局限，专注于优势范围，这就是能力圈思维。人无完人，扬长避短，在能力圈范围内深耕，才是一个人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。就像马斯克这样，尽管他有很多明显的缺点，比如缺乏沟通技巧，过于冒险，但他专注于自己擅长的科技工程领域，做出了令人瞩目成就。有一位女企业家罗斯·布鲁姆金，她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，几乎不会说英文，只对2件事特别有头脑：数字和家具。运用能力圈思维，她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领域——家具贸易。果然，对自己熟悉领域的专注帮助他克服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。他把家具城经营得非常成功，受到巴菲特的认可和投资。IBM 创始人托马斯·沃森曾说：“我不是天才，我只是在某些地方很聪明，而且我会待在那些地方附近。”在生活中，能力圈思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分配自己的精力和资源。不论是个人的专业选择、职业规划，还是公司战略制定、业务调整，运用能力圈思维，集中发展优势领域，就能取得更好的成果。能力圈所在之处，就是人生最适合的方向。第二，第一性原理。如果你感到困惑，就探明事物的本源。2017年，特斯拉面临高难度的量产任务，马斯克带领生产团队拼命赶工。有一天，他注意到装配线上有个工位总是跟不上节奏。这是个自动化工位，工作内容是由一个机器人把玻璃纤维条粘到电池包上。然而这个机器人常常出现拿不住纤维条、胶水涂得太多的情况，导致工序被拖慢。多次调整都效果不佳之后，马斯克问了一个基本的问题：这个环节的作用到底是什么？工程团队告诉他，玻璃纤维条可以减少震动，实现降噪效果。于是他让团队做了实验，对比有无玻璃纤维条的情况下车内的声音有什么不同。实际结果表明，人耳听来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最终这个环节被干脆地砍掉，生产流程得以加速。类似场景还发生过许多次。每当遇到有问题的流程，马斯克就要求团队找到最基本的原理，
一旦发现有更简单的方法实现目的，就大刀阔斧，删繁就简。经过一系列改进，工厂的效率大幅提升，最终完成了预定的产量目标。回归事物最基本的条件，从而找到最优路径，这就是第一性原理。很多事情看起来很复杂，但最根本的原理只有一条，本源之外的一切可能都是干扰项。运用第一性原理，就能够破除干扰，看到更清晰的路径。曾经，物理键盘是手机的标准配置，而乔布斯根据第一性原理，提出键盘只是实现人机交互的一种工具。他鼓励团队研发了使用触屏技术的虚拟键盘，引发了智能手机的新潮流。苹果也因此得以后来居上，打败了诸如诺基亚这样强大的对手。除了应对宏大的商业场景，第一性原理也能帮助我们改善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。我有位朋友非常喜欢跑步，但跑多了常会受伤。他研究了不少跑步姿势的攻略，换过不同的护具装备，依然没有好转。后来他意识到，跑步最基本的原理是运动协调性，受伤本质是因为核心力量不够。于是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核心力量训练，之后再跑步就不容易受伤了。管理学奠基人哈林顿·埃默森曾说，世间方法千千万，但原理屈指可数。面对生活和工作中大大小小的任务，如果我们能从第一性原理出发，将事物进行拆解，理解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原理，就可以判断出现状是否真的合理，从而找到更好的达成目标的方法。第一性原理可以帮助我们跳出现状的桎梏，试探更多的可能性。第三，逆向思维。如果你找不到解法，就换个视角看看。在特斯拉自动驾驶研发的过程中，有一件趣事。马斯克从家里到办公室的途中，有一处弯道的标记已经褪色。他使用自动驾驶功能的时候，车总会在这里被开出车道，好几次差点发生事故。马斯克因此大发雷霆，要求自动驾驶团队改进程序。然而，团队苦苦尝试了几个月，都没有办法让软件识别出这段褪色的标记。最后，他们想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案，彻底解决了马斯克的需求。联系交通部门，重新粉刷了标记。这样，现有的自动驾驶程序就能成功识别那段车道了。从起点的另一头着手，反向寻找突破口，这就是逆向思维。在常规思路难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，逆向思维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新的解法。在大航海时代，远航的水手们因长期吃不到新鲜果蔬，饱受坏血病困扰。库克船长观察到荷兰人的船上很少出现坏血病，并判断出这与荷兰水手常吃酸泡菜有关。然而，英国水手并不习惯这种食物。如果强制他们吃酸泡菜来预防坏血病，一来可能很多人不相信，二来会引起恐慌。库克船长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先告诉水手们，只有官员可以吃船上的酸泡菜，如果普通船员偷吃，将受到严厉处罚。这让水手们觉得很不公平，也留下了酸泡菜是权力象征的印象。过了一阵子，他又宣布，考虑到航行辛苦，以后普通船员也能每周吃一次酸泡菜。船员们非常高兴，虽然酸泡菜不符合口味，但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嘉奖，因而非常珍惜。通过逆向思维，库克船长如愿让所有水手都坚持吃酸泡菜，有效预防了远航中的坏血病问题。逆向思维是创新设计、危机处理和问题解决的强大工具。在生活中，将向前和向后的思考结合起来，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看待现实，从而识别并消除障碍。有这样一个心理学小案例，在拥挤的火车上，如果你端着一碗泡面说请让一让，可能会被当成耳旁风。但如果你说开水小心烫，沿路的人都会想方设法让出一条道。单单考虑自己的需求，并不能得到他人的配合。运用逆向思维，换个角度，从对方的利益出发，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。陷入困境时，
转换一下视角，也许难题就能迎刃而解。写在最后，从南非校园里那个被欺负的小男孩，到功成名就的世界首富，马斯克的成功离不开他对3大思维模型的出色运用。能力圈思维指引他走上合适的方向，第一性原理让他避免被复杂的表象蒙蔽，逆向思维帮助他找到难题的解法。这些思维模型看似简单，却是能让我们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的有力武器。正所谓思路决定出路，掌握思维模型就是掌握一种看世界的方法，用理性迎接未知，用思维解密生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